中美开始6G 专利之战，在5G 开始普及的今天，6G 还有多远？又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近日，中国工信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组数据，中国的5G 基站建设数量已经达到了115.9万个，占全球5G 基数总数的70%以上，并且中国的5G 终端连接数量也超过了3.4亿户，在全球范围内占比超过80%。可以说，虽然中国在移动通讯技术上的发展较晚，但在第5代移动通讯技术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在5G 标准研发上正逐渐成为全球的领跑者。就在5G 技术在中国发展的如火如荼之时，6G 的国际竞争也就悄然到来。据了解，目前中国6G 专利申请世界占比40.3%，高居全球首位。美国以35.2%的占比紧随其后，然后依次是日本占比9.9%，欧洲占比8.8%和韩国占比4.2%。在中国的40.3%的占比中，有大部分申请都是与移动基础设施技术有关，其中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的专利最多，中国国家电网和中国航天等中国企业也有不少的相关专利。美国也在5G 败给中国后开始先下手为强。美国电信行业解决方案联盟在2020年成立了一个全新的联盟，名为 Next-G 联盟，中国直译是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也就是 6G。 其中加入联盟有很多科技巨头公司，包括爱立信、诺基亚、高通、三星、苹果、谷歌、英特尔、微软等一系列高科技互联网公司，同时还有不少的日本、韩国科技公司，唯独把中国拒之门外。可以说，这是美国提前联合其盟国开始在6G 技术上布局，企图抢研发6G 网络技术成果，在6G 网络技术领域上实现逆袭反超，在萌芽阶段遏制中国6G 网络技术发展，重新夺回移动通讯技术的垄断霸权。中国的6G 时代面临着比5G 时代更激烈的竞争。美国对于中国在5G 技术上的取代和引领全球一直耿耿于怀，不会再错失任何的机会来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从美国对中国企业华为的3轮制裁就可以看出美国的毒辣手段。当然，中国并不会受制于美国的不断阻碍。在2019年，中国就宣布成立了国家6G 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和国家6G 技术研发总体专家组，并于同年全球首发6G 白皮书。6G 无线智能无处不在的关键驱动与研究挑战。中美在国际上的6G 竞争如此激烈，让人不禁发问，现在谈6G 是不是过于的超前了？但其实不然，在移动通讯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中，通常都是实际运用一代，然后研发下一代。也就是说，其实5G 和6G 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同时开始研发的。在5G 网络技术还在研发终端，或者是即将研发完成时，第6代移动通讯技术就已经开始立项研究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实际冲突。那么，到底什么是6G 呢？6G 也就是第6代移动通讯标准，预计其理论最快下载速度可以达到1TB 每秒。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你打开一个电影，眨眼的功夫，电影就下载完毕了，根本无需等待。这速度是5G 时代的50倍。同时 6G 的网络延迟可以低于1毫秒，甚至低于0.1毫秒，网络容量将是现在5G 系统的1万倍。那么 6G 到底有什么用？大家可能会发现 5G 在未出现前天花乱坠的描述，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在提起。就像我们现在在谈论 6G 比 5G 要快多少，要高效多少一样，当时 5G 还未问世的时候就是这么跟 4G 来做比较的。但是结果如何呢？ 5G 网络好像给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带来多么巨大的改变，其带给我们的影响好像也微乎其微。要说影响，反而是 3G 转向 4G 时带给人们的感受是更加直观的。那种直观出现在你使用网络的每一个操作上，哪怕是一张图片、一个网页、一个文件，你就是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用的是 4G 而不是 3G。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是速度不够快吗？显然不是。5G 的速度是 4G 速度的将近20倍，那是为什么？是人类对于速度的要求已经足够了吗？显然也不是。5G 在跟多端领域都有着应用，并且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些领域，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我们在谈到 6G 到底有什么作用的时候，我们应该先讨论一下，为什么大家不再提及 5G 了。
大家说起 5G，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速度。如果把 4G 比作中国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大概需要5个小时的行程时间，而 5G 呢，你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速度的提升就会给人一种科幻小说成为现实的不真实感。但 5G 确实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彻底。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更快的速度往往需要更高的能耗。一座 5G 基站的耗电量约是 4G 基站的3倍。如果只是单单的能耗高，也不至于让 5G 的变化不明显。在能耗高的同时，由于 5G 基站的覆盖面积较小，导致同样的区域需要大约4个 5G 基站才能够达到 4G 基站的覆盖面积。这样的不实用化是难以给大众直观的体验的。要完整的在某一个地区体验 5G， 面临的是这一地区的电费要高出以往10多倍才能够得以实现。这就使得光是电费成本这一项限制，就会造成 5G 基站的建设使用成本十分高，商业化难以进行。如果要你花费当前10倍的资费来享受 5G 带来生活的便利，你又是否愿意呢？所以 4G 已经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上网需求，再快的速度也并没有带来显著的使用体验，相反会带来难以负担的资费支出。5G 真正无可替代的应用场景是物联网，物联网可以看作是互联网的延伸。5G 带来的改变就是从互联网到物联网的过渡，从人与人之间的网络互动变成了人与物，甚至是物与物之间的互动。像近2年逐渐兴起的无人驾驶，就是在依托物联网的基础上得到的发展。当一辆汽车可以连接网络、采集信息、分析数据和控制行为等功能后，那么就可以部分甚至完全替代人为驾驶，这就是物联网带来的改变。那么 6G 可能是什么？对于世界历史移动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可以大概推算出 6G 将会在2030年左右到来。用户对通信需求的提升是每一代移动通信系统要满足的首要目标，而新的通信技术是驱动每代移动通信系统变革的技术动力，这两者缺一不可。虽然现在谈及 6G 可能是什么还为时尚早，但我们可以不束缚我们的想象力来构造未来世界的蓝图。首先，人们可以无论何时何地在干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传递信息，这可不是随身携带智能手机的随心所欲，而是为人类呈现智能设备的广泛部署。这些智能设备能够以最少的人工干预进行最优的决策，同时 AI 将会成为 6G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形成泛在智能，并且 6G 也会加速雷达与通信的一体化趋势。随着毫米波雷达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毫米波雷达呈现小型化，可以嵌入到手机内部供大众使用，这样可以识别人类的手势动作，实现隔空操纵手机。当然，这只是对于 6G 技术应用小范围的设想，毕竟谁也说不好未来，这也正是未来迷人的地方所在。